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深夜，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，几位朋友聚集在城市的一角，他们的笑声和谈话声回荡在空旷的街道上。李明和小陈是这次旅行的主导者，他们计划开车穿越台湾139县道，体验一次难得的夜晚冒险。对他们来说，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周末旅行，大家都期待着在安静的道路上享受宁静，或者偶尔调侃一下那条被许多奇怪传闻缠绕的道路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你知道吗？有人说139县道是台湾最恐怖的路之一。小陈坐在副驾驶座，拿着手机浏览着地图，他一边笑着说，一边随意地抬头望向窗外。恐怖，你信吗？李明笑了笑，打趣道，就是条普通的山路吧，你别吓唬我。我也不信，不过听说晚上走那条路，很多司机会觉得奇怪，甚至好像有种不安的感觉，那是他们太多想象力了。李明摇了摇头，发动了车子，轮胎在空旷的街道上轻轻地摩擦出声音，车子开始驶离城市，向那条据说神秘的道路进发。车厢内渐渐安静下来，只有车外的风声与车轮与路面摩擦的轻微声响。李明一直不以为然，但他开始注意到车外的夜空愈发深沉，仿佛一块巨大的黑幕遮住了整个世界。你听着，这路上有个地方挺安静的，大半夜的，车少，景象也不多。小陈说完，低头继续滑动手机屏幕，似乎不太在意外界的变化。但车内的气氛逐渐从轻松转为微妙的沉寂。李明依旧不以为意，尽管在心里他不禁有些轻微的不安。外面的世界仿佛在与他们渐行渐远，每驶过一个标志性的路口，前方的黑暗便越加深邃，仿佛将他们逐渐吞噬。你有没有觉得李明突然停顿了下，他的手微微握住了方向盘，目光专注于前方。这路怎么有点不对劲？怎么不对劲了？小陈抬起头，眼中带着一丝困惑。他低头继续刷手机，屏幕的亮光映照在他脸上，给他的表情添加了几分阴影。李明不说话，眼前的道路似乎比他记忆中的要更狭窄，更蜿蜒，周围的山势也让他觉得压迫感越来越强。他再次扫了一眼后视镜，车窗外的景象也开始变得朦胧，远处的山影模糊不清，仿佛被一层薄雾笼罩。喂，李明，别自己吓自己。你看，前面那块大石头，我们不是刚经过吗？小陈指了指前方，试图打破车内那股微妙的沉寂。李明迟疑了一下，他记得刚才确实经过那块大石头，但不知为何，看到它再次出现在眼前时，他的心中不禁掠过一丝莫名的恐慌。于是他加速前行，想要摆脱那种压迫感。然而就在此时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那块大石头竟然又一次出现在前方。无论李明怎样加速，似乎都无法摆脱这条路的奇异循环。小陈脸色变了，他放下手机，盯着车窗外不安地看着。这不对，李明，我们应该早就过去这段了。我知道。李明的声音有些低沉，目光越发紧张地看向四周，心跳不由得加快。他开始加速行驶，尽管车速越来越快，但他感觉自己始终被困在这条没有尽头的道路上。车内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压抑，仿佛四周的世界在变得越来越不真实。李明不敢再回头看，但他知道自己和小陈正被这条路拉入了某种无法摆脱的漩涡。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夜间旅行，还是他们即将面对一场无法解释的恐怖之旅？随着车轮在黑暗中不断前行，某种不祥的预感在两人心中生根发芽。车子继续行驶，四周的景象变得越来越模糊，仿佛时间的流动开始变得不再那么明显。李明紧握方向盘，试图集中注意力，但他的视线却总是不自觉地游离开来，落在窗外那逐渐暗淡的景物上。李明，你真的不觉得这里有点奇怪吗？小陈的声音打破了车内的寂静，他的语气中透着一丝不安。那些树怎么越来越像幽灵一样，仿佛没有生气。李明皱了皱眉，望向窗外，四周的树木被黑暗包围，只有微弱的车灯映射出一片模糊的绿意，枝叶间的阴影看起来像是伸展着的手臂。
触手般的伸向车窗，他的心脏微微一紧，深呼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别想太多，可能是天黑了，眼睛疲惫了。然而小陈的话已经在他心里埋下了疑虑，他不由自主地加重了脚下的油门，想要以更快的速度通过这一段。车速在不断加快，但奇怪的是，他并没有看到任何路口标志，四周的景象却愈发模糊，仿佛车辆不再走在真实的道路上。突然间，车外的景象发生了突如其来的变化，前方的山峦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密集的雾气，模糊的灰白色笼罩了一切。李明不得不减慢车速，车窗外的视野完全被遮蔽，只能依靠车灯微弱的光照明道路。这不可能，小陈低声说道，目光透过前窗望向那片突然笼罩的雾霾。这段路上从来没有这么浓的雾，明明是晴天才对。李明的心跳加速，眼前的雾气越来越浓，甚至开始渗入车内，几乎看不清任何事物。车内的空气变得沉闷，温度也骤然下降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被冻结在这一刻。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李明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。他突然停下了车，车内一片寂静，只有偶尔传来的风声，仿佛连世界都放慢了呼吸。没有，小陈摇了摇头，但他那紧绷的脸上已经显露出隐隐的不安。不过我感觉这地方有点不对劲。他们两人互相对视一眼，虽然都没有说话，但那股莫名的不安已经在他们心里深深扎根。李明决定继续开车，打破这诡异的沉默。他再次踩下油门，车子开始向前行驶。然而奇怪的是，虽然他明明看到了前方的路灯，可是每次开过去，似乎过不了几分钟，那些灯又会重新出现在他们前方，仿佛时间在某种不明的力量下停止了流动。这怎么回事？李明的声音有些变调。我们刚才走过这个路口，为什么又回来了？你说什么？小陈急切地问，猛地看向车外。李明，刚才那个路标，它完全不一样了。李明的手微微一抖，脚下的油门失去了控制，车子在刹车的瞬间稍微滑行，随即停了下来。窗外的路标，原本清晰可见的字样此刻模糊不清，仿佛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扭曲。我们该下车看看。小陈语气中有些急躁，明显的不安已经让他彻底警觉。你确定吗？李明有些迟疑，他的直觉告诉他，这一切看似平常，却在某种深不可测的力量牵引下发生了。小陈没有再等李明的答复，直接打开了车门，走了出去。李明紧随其后。然而刚一踏出车门，他便感觉到一股刺骨的寒气扑面而来，四周的景物愈发不清晰，雾气似乎压得每个人都喘不过气来，连视野都变得扭曲，仿佛进入了某种完全不同的维度。你听，小陈忽然低声喊道，那声音越来越近了。李明停下了脚步，四下张望，但只看到周围的雾气和隐隐绰绰的树影。他的心跳愈加急促，仿佛四周所有的声音和景象都在朝他涌来，压迫得他无法喘息。我们回车上去吧。李明，我感觉这里根本不对。小陈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恐惧，脸色苍白。李明没有回应，他的目光定定地看向远处那片越来越近的影像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悄无声息地靠近。他转身快步跑向车子，心里一片慌乱。两人再次回到车内，紧急启动车辆，但无论李明怎样加速，他们始终无法突破那片雾气和扭曲的景象。这时候车灯再次照亮前方，竟然还是那块熟悉的大石头。李明的手在方向盘上死死抓住，心脏跳得像要从胸口跳出来一样，每一次呼吸都变得异常沉重，仿佛空气变得稠密，难以吞咽。雾气依然笼罩着周围，无法分辨是夜的黑暗还是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操控一切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小陈声音颤抖，眼神四处游离。明明刚才我们就走过了那个地方，为什么又回来了？我们根本就没走远。李明咬紧牙关，紧盯着前方的路面，他不敢停下车，心里有种强烈的预感，如果他们停下来，可能就再也无法离开这个地方。那种不安逐渐蔓延开来，像是一根看不见的线，紧紧束缚着他们的理智。突然，车子发出一声低沉的轰鸣，
接着，发动机发出一阵断断续续的嘶嘶声。李明心中一紧，不，他迅速踩下油门，试图让车子加速，但车子的反应却越来越迟钝，发动机的轰鸣声变得越来越微弱，最后，在一声刺耳的嘎吱声中，车子完全熄火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李明紧张地拍了拍仪表盘，试图重启引擎，但毫无反应。发动机没问题，为什么突然熄火？车内的气氛变得更加压抑，四周的雾气好像随着车子的停顿而变得更浓重。小陈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脸色苍白。李明，别动！我听见了他颤抖着低声说。李明下意识地停住了动作，紧张的气氛笼罩在车内。小陈的眼神盯着窗外，忽然低声道：你不觉得外面很安静吗？连风都没了。确实，车内虽然还可以听到发动机熄火后的安静，但外面除了偶尔传来的雾气中的细微声响，几乎听不见任何动静。连夜间通常会有的虫鸣声，风吹过树叶的声音，都完全消失了。李明皱起眉头，抬头透过前窗看向外面，但什么也看不清，只有一片厚重的雾气。他轻轻叹了口气，决定再次尝试启动发动机。这一次，他的动作更为急切，他急促地旋转点火开关，眼神紧盯着仪表盘，期待着引擎能够重新响起。快点，快点！他在心里默默祈祷。然而，车子仍旧没有任何反应，仪表盘上的指示灯依旧死寂地亮着，发动机一动不动。就在他准备再次尝试时，小陈突然发出一声惊呼：李明，回头看！他指着后视镜，眼中满是恐惧。李明下意识地猛地回头，车内一片漆黑，后视镜中除了自己和小陈的反射，什么也看不见，没有人，没有东西。李明冷汗直流，心跳得更快了。小陈的声音变得急促：你没看见吗？后面有个影像。李明的心脏几乎跳出胸口，呼吸变得急促。他回头再看，但后窗依旧一片漆黑，没有任何人影，甚至没有任何物体。你看错了。李明的声音变得沙哑，但他自己的声音中也透露着某种不安。那一瞬间，他自己也开始怀疑，是否真的只是他自己在过度紧张。但小陈似乎并不安慰。你听不见吗？那种声音越来越近了。李明紧张地听着，但车内的空气仿佛被抽空了，耳边只剩下无尽的寂静，除了他与小陈的呼吸声，什么都没有。此刻，时间仿佛静止了。突然，车外传来一阵低沉的轰鸣声，像是某种重物滚动的声音，缓慢而又沉重，仿佛从远处传来，渐渐靠近。小陈猛地抓住李明的胳膊，眼中满是恐惧。那声音太近了，他快到了。李明大脑一片混乱，心脏几乎要爆裂出来，手心已经全是冷汗。他再次回望车外，只看到越来越浓的雾气，在车灯的映照下，似乎有些东西在其中若隐若现。那声音越来越近，越来越清晰，几乎已经能感觉到它的重量，就像是某种沉默的存在正在逼近他们。你听见了吗？李明，小陈几乎是尖叫着。听见了吗？他就在外面。李明无法再忍受这种压迫感，他猛地转动方向盘，想要迅速启动汽车离开。然而，就在那一刹那，车子的发动机竟然发出了一声不寻常的刺耳巨响，随即整个车厢陷入了彻底的寂静，所有的电子设备似乎突然停止了运作，车窗上的霜雾迅速凝结，外面的景象一片漆黑，甚至连车灯都熄灭了。李明不禁屏住了呼吸，四周一片死寂，唯有他和小陈的心跳在空旷的车厢中回响。突然，车窗外一道昏黄的光芒照亮了黑暗，那道光从远处慢慢逼近，仿佛某种东西正在朝他们走来。车内的空气似乎冻结了，李明和小陈两人屏住呼吸，凝视着那道逐渐逼近的昏黄光芒。随着光点的接近，李明的心跳愈加剧烈，他能感觉到这光芒仿佛是某种神秘力量的象征，带着无法言喻的压迫感。他的脑海中充斥着疑问，这究竟是什么？他们到底迷失在了哪里？小陈，快看，那光是从哪里来的？李明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，眼睛紧盯着前方。小陈全身僵硬，眼睛瞪得大大的。不，
不可能，那光从来没见过，这条路上根本没有这个地方。他的声音渐渐变得哽咽，仿佛已经被无形的恐惧逼得几乎崩溃。李明试图冷静下来，手指紧紧抓住方向盘，深吸一口气，想着要转动车辆离开那道光。可是不论他如何操控，车子就像被某种力量束缚住一样，无论加速还是刹车都没有丝毫反应。怎么回事？车子动不了了！李明焦急地喊道。车窗外光点已经越来越接近，李明此时无比清楚地意识到，这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光源，它散发的光芒开始逐渐扩展，变得有些模糊不清，像是某种异次元的入口，带着无尽的吸引力和恐惧感。就在李明绝望之际，车厢内的气氛突然变得极度沉默，那光芒终于出现在车前方，不再是模糊的轮廓，而是变成了一个真实的物体，一种难以描述的存在，悬浮在半空中，散发着冷冽的光辉，仿佛在等待什么。小陈终于忍不住，声音低沉却充满恐惧。李明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一种活物吗？还是？李明的手指僵硬地停在方向盘上，眼睛瞪大，看着车前那个无比清晰的光球。它开始缓慢地旋转，释放出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氛围。光芒的周围，空气仿佛被某种力量压缩，四周的景象逐渐变得失真，时间的流动也变得断裂，仿佛他们正处在一个永远无法逃脱的牢笼里。小陈，别说话，保持冷静，李明低声提醒道，但他的语气中已带着不自觉的颤抖。然而他们的眼前突然发生了变化，那道光不再是一个静止的物体，而是迅速地朝车窗逼近，变得越来越大，几乎要吞噬掉他们的一切。李明感到一阵晕眩，仿佛身体和灵魂都被这股强大的吸引力拉扯着。小陈，我们走不了。李明的话没说完，因为就在这时，车窗外的光突然变得极度刺眼，瞬间把整个车厢照亮，令人无法睁眼。紧接着，车窗外的一切开始扭曲变形，四周的景象像破碎的玻璃一样断裂开来。李明，快看，那是……小陈的话突然消失在一片剧烈的响声中，随之而来的是车厢内的一阵剧烈震动。李明瞬间感到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将车子拉向某个未知的方向，四周的景象再次开始旋转。李明强忍住剧烈的晕眩，死死抓住方向盘，试图恢复控制。然而车内的空气几乎被压得无法呼吸，视野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，一切仿佛都在快速解体，逐渐变得陌生。李明的心脏狂跳不已，他拼命睁开眼睛，眼前的世界依然在不断旋转，车厢内外一片混沌，他几乎感到自己被吞噬进了另一个空间，四周的雾气已经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黑暗的虚无感，仿佛他们早已进入了另一种维度。这时，车外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李明猛地回头看去，发现自己原本熟悉的车窗外竟然是完全陌生的景象，无数闪烁的光点，像是漂浮在空中的无数星辰。四周并没有山路，没有树木，只有这些神秘的光芒和空旷的黑暗。我们迷路了吗？小陈声音哽咽，眼中带着恐惧。我们到底在哪儿？这是哪里？李明无法回答，只是紧张地望向窗外。他感觉自己陷入了某种无法逃脱的困境，而这个困境已经脱离了他和小陈的控制。那光点越来越远，最后消失在黑暗中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然而当李明回过头看向车前的道路时，他震惊地发现，他们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。那块巨大的石头依旧静静地屹立在路旁，仿佛从未改变过。李明盯着车前的那块石头，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那块石头明明在他们经过时已经看到了，而现在它又仿佛凭空出现在了眼前。是他们绕了一圈回到原点，还是时间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扭曲？小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李明的声音带着一丝崩溃，他的手颤抖地再次握住方向盘，心跳如擂鼓般急促。没有答案，只有更深的迷惑和恐惧。小陈已被眼前的景象吓得说不出话来，他的眼神空洞，嘴唇微微颤抖，仿佛连思考的能力都被剥夺了。他紧紧抓住座椅的扶手，仿佛那是唯一能让他感到安全的东西。
这不可能，小陈低声喃喃，明明刚才已经过去这块石头，为什么他又在这里？李明猛地踩下刹车，车子发出一阵刺耳的声音，停了下来。车内一片寂静，唯有他们急促的呼吸声回荡在车厢里。李明深吸了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他回头看了看四周，尽管车窗被霜雾覆盖，他依然努力地透过玻璃观察外面的景象，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对劲。周围的道路依然是那条他们曾经走过的路，但一切都变得模糊，甚至连空气中的气息也变得扭曲，仿佛他们所处的空间与时间已经开始分裂。小陈，我觉得我们应该下车。李明终于做出了决定，尽管内心充满了不安，他无法忍受这种充满压迫感的寂静，必须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小陈的脸色几乎苍白，他的眼神充满了恐惧和疑虑。你疯了吗？我们下车后会发生什么？你看到外面了吗？那是哪里？他几乎是哀求地看着李明。我知道，但我们不能这样一直困在车里。李明沉声道，我们得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不能再这么下去。他拉开车门，脚步轻轻落地，空气中的寒气瞬间扑面而来。李明的每一步都充满了不安，仿佛这条路本身就是一张陷阱，等待着他们的每一个动作。小心点。李明小陈终于开口，声音几乎听不见。你不觉得外面不对劲吗？李明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了看小陈，他明白小陈的意思。外面的景象变得越来越陌生，四周的雾气开始慢慢消散，但替代它的是一种奇异的蓝色光辉，像是某种未知的能量在散发着冷冷的光芒。李明深吸了一口气，走出了车外。刚踏上地面，他立刻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压力，似乎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正在试图拉着他，让他无法呼吸。小陈，快出来！李明喊道，但声音却被风声吞没，仿佛消失在了无声的空间中。小陈终于鼓起勇气走了出来，但他却没有走到李明身边，而是停留在了车旁，脸色发白，眼神不断游离，像是发现了什么不该看到的东西。李明回头看去，瞬间愣住了。他看到了远处的天空中竟然浮现出一些无法理解的图案，那些图案像是某种古老的符号，漂浮在空中，发出幽幽的光辉。它们围绕着车子转动，仿佛在观察着他们。小陈，快看，天上有东西！李明的声音充满了惊恐。小陈转过头，看到那些图案时，他的身体微微一颤，嘴巴张开，想说些什么，却又发不出声音。这时小陈的声音哽咽，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和疑惑。这不是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东西。李明转身回头，准备回到车里，但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了一声从远处传来的低沉咆哮声，像是某种巨大的生物正在慢慢靠近。李明，我们快走，回车里！小陈几乎是又喊的，声音颤抖得不可抑制。两人急忙回到车里，但当他们再次坐进车内时，车外的景象变得更为扭曲。那道蓝色的光辉开始扩展，像是某种不明力量正在逼近。小陈，快看！李明猛地指向前方，他们看到前方的道路居然开始像流水一样流动，变得不再固定，车子似乎被牵引着，无法控制的滑动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李明的声音已经变得空洞，感觉到一股深深的无力感。车窗外的景象开始迅速变化，原本的道路已经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奇异的空地，四周弥漫着虚无的光影，像是一个陷阱。他们的车似乎被某种力量引导着，缓缓驶向那片空地，而车内的空气变得越来越沉重，仿佛被某种未知的存在压迫着。就在这时，李明的眼睛猛地睁大，他看到车窗外的一切突然停止了变化，回归了原本的景象。那块巨大的石头依旧静静地屹立在路旁，车内一片死寂。李明的心脏剧烈地跳动，他觉得自己的大脑快要崩溃了。那块石头明明已经看过，为什么它会再次出现在眼前？这一切似乎没有头绪，现实与幻想已经变得模糊不清。小陈已经没有了最初的冷静，他眼神呆滞，嘴巴微微张开，像是看到了一种无法言喻的恐怖。小陈，李明的声音变得有些沙哑，他的手指紧紧抓住方向盘，
感觉到自己被困在了一个无法逃脱的怪圈里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陈什么也没回答，他只是愣愣地看着那块石头，眼神充满了绝望与困惑。李明急促地调整了车灯，想要找出其他的线索，但无论他如何加速，似乎都无法离开这片景象。他已经不知道自己走过了多少次这个地方，脑海里充斥着同样的疑问：我们到底在哪儿？为什么这条路永远无法走出去？李明回过头，想要再确认车后方的景象，然而当他看向后视镜时，眼中的景象让他彻底愣住了。车后不再是那片熟悉的黑暗，而是一片完全陌生的景象。那块石头、道路的尽头都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空无一物的灰白世界。小陈，你看。李明用力拍了拍小陈的肩膀，企图让他清醒过来。小陈的目光还是那样空洞，他缓缓转过头，望着李明，然后用几乎不可察觉的声音说道：我们回不去了。李明猛地一震，心里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。忽然他意识到了一件事情，他们似乎已经不再处于那个他们熟悉的世界了，他们被困在了某个无法逃脱的迷局里。每当他们试图回到原点，就会发现一切都变得陌生，像是被某种力量所操控。别说这种话，李明猛地踩下油门，想要离开这个地方。然而不管他如何操作，车速却始终无法提升，仿佛有什么无形的力量将他们束缚在原地。他开始疯狂地打方向盘，试图改变路线，但前方依旧是那片无尽的灰白迷雾，连车灯的光辉也开始变得虚弱，仿佛被吸走了。小陈，我们不能就这样待下去，李明急促地喊道，我们得下车。然而小陈只是茫然地望着窗外，似乎对任何事物都没有反应。他轻轻摇了摇头，低声说，我们已经迷路了。李明，无论我们走多远，时间在李明的意识中开始变得模糊，他的头脑充斥着混乱与恐惧，他无法回忆起自己究竟经历了多久的挣扎，是否每一次都回到原点，还是他早已陷入了某种永无止境的梦魇。他站在那块石头旁边，仿佛时间被冻结了，眼前的一切都变得陌生而熟悉。他的身体已经疲惫不堪，心脏跳动得越来越缓慢，仿佛在告诉他，他早已不再是原来的自己。李明低头看向地面，那些曾经令他心惊的符号依然模糊地刻印在土壤上，它们没有改变，仿佛承载着某种古老的力量，而这股力量始终无法被破除。他闭上眼睛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尽管他知道这只是徒劳的，周围的一切仍然停滞不前。无论他怎么努力，总是无法突破这层无形的枷锁。然而就在他准备再次放弃的时候，忽然他感到一阵微弱的震动。起初它很轻微，几乎无法察觉，但随着震动的加剧，李明的心脏又开始狂跳。这个震动不仅来自地面，而是从周围的空气中传来，像是某种神秘的力量正在重新激活。他猛地睁开眼，四周的景象开始发生变化，路旁的树木开始摇动，空气中的雾气逐渐散去，远处的天空开始出现微弱的光亮，仿佛某种新生的力量正在诞生。那些符号、石头，它们似乎在某种剧烈的能量波动中被唤醒，开始散发出淡淡的光芒。小陈李明低声呼唤着那个已经消失的名字，心中泛起一丝难以名状的痛苦。无论他如何呼喊，小陈的身影始终无法出现。他缓缓转身，看到那块石头的周围出现了一道光环，像是某种被封印的出口。光环中的景象有些模糊，但李明感觉到那里仿佛通向另一个未知的世界，一个或许能让他逃离的世界。他迈开步伐，朝着光环走去，每一步都沉重无比，但也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决心。也许这条道路将给他带来新的希望，或者他会将他带入更深的迷雾。突然，李明停下了脚步，他听到了背后传来一阵低沉的声音，那声音从远处传来，仿佛无数个无形的影像在交织，带着一种深不可测的气息。李明转过头，望向那个声音的来源，它并不来自任何物体，而是来自周围的一切，仿佛是从这片迷雾本身发出的低语。你还在这里？你是否已经忘记了自己曾经走过的每一步？李明的心跳加速，他
他的思维开始变得凌乱，仿佛从未踏出这片灰白的世界一样。那声音再次响起，仿佛在提醒他，他从未真正离开过。你到底是谁？李明的声音低沉且充满疑问，试图从这股压迫感中挣脱出来。我就是你，你的恐惧，你的迷失。那声音缓缓回应，带着一种不容反驳的力量。李明的双手开始颤抖，他感到一阵头晕目眩，四周的一切似乎开始分崩离析。那些符号、石头，甚至是他身旁的空气，都变得虚幻而遥不可及。最终，李明明白了，这一切不过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。他也不再是他曾经认识的那个自己，而是被困在了这片无法逃离的迷雾中。每一次尝试都将他引回原点。他闭上了眼，最后一次深吸一口气，接受了这一切的残酷现实。这个世界或许并不存在真正的出口，最终他将永远存在于这片灰白的空旷中，成为这片迷雾的一部分，无法摆脱。故事的结束或许仅仅是另一段循环的开始。